在习近平进入第3任期之后，官员频频被失踪。目前已经坐实出事的5名上将，包括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空军前司令员丁来航、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火箭军前司令员周亚宁、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评论人士杜正在上报发文指出，魏凤和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晋升的第1个上将，而丁来航与苗华都是在福建服役时就与在同地任职的习近平交好。在习的第1期任期内，亲北京港媒《东方日报》曾经指出，习近平爱用熟人，这其实呢不是一名褒语，而是有贬义，暗指习心胸狭窄，用人视野不宽，疑心大，容易对身边人猜忌。当年习近平在浙江主持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议，其随行的5大贴身亲信名单当中，除了王沪宁、栗战书、刘鹤与丁薛祥之外，还有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何立峰。何立峰是习近平微时朋友，在厦门与习一起工作，参加过习和彭丽媛的婚礼。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号称严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习近平，其实最懂这一套，但他拉的人必然是熟人。不过呢，习玩熟人政治，圈定的是熟人，暗藏一种危机，就是人情不是永恒的。古今中外多少熟人朋友，最后都反目了。故此，习的亲信现在走红是一回事，将来能否实现安全着陆又是另外一回事，将来下场可能会更惨。像何立峰虽然贵为习的近臣，但他在天津与厦门都留下贪腐丑闻，日后在习家军内斗中就会有人用黑料整垮他。秦刚据说也是这样下台的。杜正认为，习的熟人政治只相信熟人，还有一个对他而言最大的危机，就是即便他能再任一届，他的熟人已经基本退休，官场上占主流的都是习的陌生人。这些人与习没有深的交情，只是为了政治利益媚习，更会是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这是习近平向来最忌讳的，但是时间也推到这一步了。看中国评论员李跃认为，熟人政治无法构建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执政体系，反而导致了极端内耗与不信任。熟人政治核心特点在于权力的运作依赖于私人的关系，而非真正有能力的官员。这种用人机制往往在短期内能让领导者感到安全，但长期看来，它的弊端极为明显。首先呢，由于官员选拔标准并非基于客观能力，因此容易导致一批缺乏治理能力但善于迎合上意的官员进入高层。这些人依赖忠诚而非政绩获取权力，他们的工作方式往往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掩盖问题，甚至是制造问题以巩固自身地位。这样一来，整个体制在面对危机时，会因为决策层的低效和僵化而显得无能为力。这其次呢，熟人政治导致极端的不信任。习近平对官员的忠诚度要求极高，甚至超过了对能力的要求，这使得他对手下任何人都缺乏长期的信任。一旦某个亲信因某种原因被怀疑不够忠诚，或者在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清除。这种治理方式使得整个官僚体系陷入高度的不安全感。官员们在政策执行上变得更加保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某个决定是否会触犯到习近平的红线而遭到清算。那么久而久之，整个政权的运作效率大幅下降，甚至可能会陷入瘫痪。此外呢，熟人政治另外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它阻碍了权力的有效制衡。在正常政治体制下，即便是最高领导人也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而这种约束通常来源于独立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党内不同派系的制衡以及透明的政策决策机制。然而呢，在中共集权，尤其是习近平执政的模式之下，所有这些制衡机制都被破坏了，他的权力运作完全是依赖于个人控制，这使得整个政权的决策都变得高度个人化。这就意味着，一旦最高领导人出现判断失误，整个国家将会陷入深重的危机。习近平执政模式还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官员普遍缺乏积极性。由于决策权高度集中，地方官员与基层干部的主动权被极大削弱，政策执行往往变成一场揣摩上意的过程，而不是基于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许多地方官员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而是采取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态度，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治理体制的低效，
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之下，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企业信心低迷，而中央的政策又缺乏连贯性，这使得整个经济体系陷入了恶性的循环。当前政治形势表明，习近平统治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阶段。虽然他通过高压手段和不断清洗来维持表面的权力稳定，但这种治理模式的内在矛盾正在加速显现。他的亲信军团频频出事，既是个人政治风格的必然结果，也是整个体制崩坏的前兆。中国政治环境已经高度紧张，党内官员人人自危，整个政权的运作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在这种背景之下，未来可能出现几种情境，包括第一，习近平继续加强个人控制，加大对官员的监视和清洗力度，以此维持短期的权力稳定。然而呢，这种做法代价是官员的进一步消极应对，导致整个政权更加僵化与低效。这第二呢，党内高层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反弹，尤其是当越来越多高级官员发现他们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时，他们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对习近平的集权统治模式进行挑战。第三，由于政策执行效率的下降，社会不满情绪可能会逐步积累，最终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政治或经济危机。那从目前趋势来看，习近平执政的模式正在走向极端化，这是政权崩塌的前兆。近日，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尤鸿斌教授在 The Epoch Time 专访时披露北京官场近期流传的消息。据称，最近北京官场耳语集中的话题是，川普上台半个多月就把习近平搞得几乎疯狂了，处于半疯状态。习近平与他所谓的智库对川普 2.0 执政所做的所有的判断几乎全都是错误的。所以习痛骂两个人，一是外交部长王毅，另一个是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尤鸿斌分析认为，官场流传的这些消息往往由体制内不满现状的人故意释放。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准确把握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动态。尤鸿斌表示，王毅之所以被骂，是因为他在川普上台之前给习所提供的所有关于川普执政的判断全都落空，没有一件是落实的。首先呢，王毅曾给习近平通报的川普上台以后的预判当中，核心内容认为川普是一个商人，跟他是可以搞交易的，所以其当时提出了既斗争又交易的总的外交策略。但事实上，川普上台半个多月，完全没有与习进行交易的任何实质性的举措。相反的，几乎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所有的领域，对中共进行全面对抗的序幕似乎正在拉开。比如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川普摧毁了中共想控制巴拿马运河国际水道的企图。在中东问题上，中共盟友伊朗已经做出极大退缩。伊朗现在在川普逼迫之下，已经表现出了要向美国示好，要与中共脱钩的这种明确的迹象。此外，川普上台以后，首先提出要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增加关税，结果墨西哥与加拿大都向美国妥协了，美国制裁延期。美国在2月4号对中国加征关税了，就是说经济的矛头也是指向中共的。川普根本不想与中共进行任何意义上的交易，更没有可能跟中共进行以台湾为筹码的交易。尤鸿斌还解释了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主任宋涛为什么会被习痛骂。他说，宋涛所领导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面对现在台湾内部所掀起的大罢免风浪时，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尤鸿斌表示，其曾经做出指示，在台湾立法院搞乱台湾的立法权，通过一系列的毁宪乱政的法案来削弱赖清德团队的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要搞乱台湾的法律体系。近期，台湾发起一场被称为是大罢免行动的政治运动。台湾社会中蕴藏着强大反制中共暴政渗透的力量。这次大罢免行动就是针对中共在台立法院所收买的台监立委的，是整个台湾社会的一次政治觉醒，也相当于系中共对台统战部门花了天文数字的金钱，在立法院所收买的立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呢，大罢免行动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有可能使国民党彻底丧失在未来台湾的执政可能性。习为此大骂宋涛，认为其工作不力。现在习近平已经拨出2项特别款项，要求中共国台办立即行动起来，要把一项资金不经过中间程序，通过台商直接输送到受罢免的国民党的立委手中。同时呢，要在台湾动员中
中共长期在台湾培育的各种统战力量，逼退大罢免行动风潮。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见。